大家好，从小就失明，而且还失聪的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说过这么一句传世的话。他说：“只要我们面向太阳，黑暗就永远在我们的后面。”要知道，他可是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阳光，一辈子都处在一个黑暗无声的世界当中。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却充满了希望与阳光。仿佛在他的内心当中，始终都有一颗永远不会被黑暗吞噬的启明星。年轻的王一博就是在一段黑云压顶的日子里，一声不吭地扛过了各种的责难和批判，因为他心里面有阳光。结果不见言语，只见行动的他，突然之间就仿佛雨过天晴，烈日当空了。他一下子就站在了万人瞩目、全民最爱的巅峰。原来他的背后有千万只手，一直都在支持着他，守护着他。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会有爱心陪伴，有阳光相随。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本月30号，被爱如潮水的人民群众捧上了最爱巅峰、最强第一的王一博，在舟山弄潮踏海，帅气的他仿佛重返了16岁的青葱年华。少年与海，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来。王一博在那一天所展示出的一幅幅最新的美哒哒的照片，碧海蓝天，可谓美不胜收。另外一边厢，本月31号，被爱恨交织的无知少女抱团举报的无耻第一的，或者说倒数第一的吴亦凡，在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喝茶兼留宿，仿佛重返了16岁的寄宿生涯。只不过这一回进去就暂时出不来了。他真的像《红楼梦》所说的，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他肯定也想不到自己说给自己的一句话居然成真了。有道是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有报。王一博此去河南，不吭不声，埋头肯干，即便被黑粉们铺天盖地的贬损揶揄，结果呢，事实证明，居然99.99%的广大人民群众，最后还是用最质朴的真爱、最无声的点赞和最简单的鼓励，默默地汇集成了滚滚的正能量风潮，为王一博涤荡走了一切负面的评价和妖魔鬼怪，让王一博不仅实至名归地成为了最受欢迎的顶流偶像，而且还神奇地创造出了娱乐界的历史，让同为 Top 10的其他9位大明星所有的支持捆绑在一起，居然才勉强等于王一博一个人的影响力。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善良的回报。所以当我们从少年与海的主题照片中就能看得出来王一博的轻松的一面，有阳光也有快乐，因为他值得。照片中的他轻松的在海边逐浪嬉戏，仿佛当年那个无忧无虑、没有俗世搅扰的少年郎重新又回来了，仿佛他正在任凭风吹浪打，依旧闲庭信步。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乌云似乎已经散尽了，留下的是一片蔚蓝的海和蔚蓝的天。我只想说一句，王一博，你真的值得，你也真该休息休息，放松放松了。上个星期在一片黑云当中，他不吭不声，顽强前行。在这个星期惊人的成绩之下，他还是不骄不躁，逐风追浪。这么一个少年王一博，始终都让人看着舒服。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组照片当中，仿佛就像最完美夏天里所感受得到的最轻松的画面呢？这个少年与海的画面感，
有没有把您的夏天以及清凉舒适的感觉直接拉满了呢？欢迎您在留言区中留下4个字的点评，一个是的确如此，一个是没有感觉。看看王一博的最新写真到底有没有打动到您的内心。这次王一博是跟天天向上的节目组一起到舟山去录制新一期的节目，他们还特别乘坐海上的交通工具出了趟海，去的是中国4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和金庸笔下的桃花岛。我想王一博这个少年郎在这个举世闻名的海天佛国，即便不去礼佛，心存善念的他也依旧能够继续他那一路都是善有善报花团锦簇的北好前程。至于顶流渣男吴亦凡，这次彻底的翻车，让都美竹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和英雄，正是他的坚持才让吴亦凡之流最终落入了法网。而他身后的多位受害者同样是扬眉吐气，非常的给力。因为正是这些如花似玉的花季少女的勇敢，最终合力锤死了这个娱乐圈兴风作浪多年、严重制造污染的人皮渣男。或许您没有留意到，这个死扛渣男整整2个月的都美竹，其实背后的精神力量居然来源于那个打不死、拖不垮、不言败的赵小刀赵丽颖。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7月29号这一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牙签拉下马的都美竹这样留言说：心若向阳，无畏悲伤，微笑向暖，年华未央。这句话明显是我开头所提到的海伦凯勒那句传世名言的中文精简版，前3句堪称赵丽颖10几年来最强的内心写照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充满阳光，那么那些黑粉、黑暗以及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悲伤，就会永永远远的躲在你的背后，影响不到你，你就会永远面带微笑，让你的岁月依旧不会茫然。很明显，生活中的赵丽颖完美活出了真实的海伦凯勒的样式。她在黑粉一路攻击和抹黑当中，不仅笑到了现在，还笑到了最后。都美竹在她自我勉励的留言当中，则把最后一句岁月无恙改成了年华未央。看来她是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此毁在了这个娱乐渣男的手上，她依旧希望自己能够青春依旧，年华不老。她在通过这句话寄予自己，在扳倒渣男之后可以重新再来。有意思的是，善良的都美竹其实给过这个渣男很多次的机会去认错和出逃，结果渣男偏不，偏要一条道走到黑。7月19号这一天，这个心里面严重心虚和有鬼的渣男，其实已经完全按照都美竹勒令道歉的原意郑重道歉了。结果这个空有皮囊没有智商的家伙，居然还是心有不甘，还是心存侥幸，跟着秒删了这个道歉文。他明明是想跟这个已经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都美竹大玩一次时间差、时减步的低智商的游戏，结果渣男的小心机最终还是让整件事彻底发酵了。这种能逃却不逃、没事偏搞事的低级智商，的确让人哭笑不得，也让人大快人心。同一天，他发布的另外一条信息算是彻底一语成谶了。他自己说：请大家放心，我自己会进监狱的。这不，终于如愿以偿了。还是那句老话，天道轮回，饶得过谁？西方媒体这次也是报道神速，通篇都是强奸犯的字眼，可见负能量渣男的国际影响力还是有的。对于都美竹们而言，黑暗即将过去，前途重现光明。通过这张顶流艺人吴亦凡的最新的行程表，大家可以看到，这枚渣男的8月份、9月份的日程安排已经落实了。从内容上看，也是相当的活泼紧张、充实丰富的。甚至有些熟悉当地牢饭的网友
甚至还把吴亦凡未来的生活起居都罗列了出来。基本上，看守所的小伙伴们可以天天过足私生饭的瘾了。最后还是老祖宗那句话说的最敞亮，也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王一博上个月并没有因为黑粉作秀的谣言而停止做善事，结果让光明最终完胜了黑暗。吴亦凡10几年里以为作奸犯科只需要花钱打点就能无法无天了，结果让光明最终还是完胜了黑暗。对于娱乐圈这两个一正一反的最好的个案，您又有什么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天马行空畅谈您的观感，怒赞正义或者批驳邪恶。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斐夫妇王炸 CP 天天都能开开心心碧海蓝天，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些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宝贵的时间。